为什么56年前的脚印直到今天还在月球上？今天就把你扔到月球上看看，不仅是脚印还在，就连当年的排泄物都没动过。首先我们要知道月球是怎么来的，大概在45亿年前，根据目前最主流的说法，可能是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狠狠撞上了地球，在一场剧烈的碰撞后诞生了月球。而从这场灾难性的诞生开始，月球就像个沉默的旁观者，见证了后来地球上发生的一切，海洋的形成，大陆的漂移，生命的诞生，直到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了能把一个脆弱的飞船送上月球表面的程度。就在月球的宁静之海，两个男人成为历史上第一批踏上另一个世界的生命，而就我们所知，那也是另一个世界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存在。他们的脚印现在还在那里，作为那个历史性时刻的见证，但时间还是一直在往前走。那他们留下的东西后来怎么样了？在这56年里，他们在月球这种极端环境下还好吗？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他们吗？这一切开始于1969年7月16日，一枚土星5号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轰鸣升空，飞船里坐着3位宇航员，身负重任，阿姆斯特朗、奥尔德林和柯林斯。3人被装进了一个大小相当于一辆大型家庭轿车的指令舱里。大约3天后，飞行了38万4千公里，登月舱、鹰号和指令舱分离，柯林斯留在轨道上，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开始降落，驶向那布满撞击坑的陌生世界。7月20日，阿姆斯特朗迈出了那传奇的一步，说出了那句载入人类史册的名言：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，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。巴兹·奥尔德林紧随其后登上月面，他称月球是壮丽的荒凉，这话说得真挺到位的。他们脚下是灰蒙蒙的月壤一片沉寂，几乎几十亿年来都没变过。但就在那21个小时里，月球不再只是天上的一块石头，它变成了一个有目标、有活动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，充满了行动、科学探索和象征意义。不过阿波罗11号带上月球的不只是人类，它还带去了不少东西，这些东西最后都留在了月球上，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，节省返回月球轨道的燃料。到现在还留在那儿的最大件是登月舱的下降段，那个金银色的底座也是他们起飞时的发射平台，旁边还有科学仪器，包括地震仪和激光反射器。这些工具让科学家们能够研究月震，还能测量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确切距离。那个激光反射器到今天还在用哦。还有电视、摄像机、被丢下的工具，以及用来采集月壤和岩石样本的收集袋，总共采了21.5公斤。当然，还有那面插在月壤上的美国国旗，不过在起飞时被火箭尾焰不小心吹倒了。他们还留下了一些非常人性化的东西，一个圆形的纪念盘，上面有73个国家送来的祝福语，一块纪念阿波罗1号遇难机组的臂章，一根金色的橄榄枝象征和平，还有一些装着人类排泄物的袋子。没错，就是人类排泄物。因为当你要用有限的燃料离开月球时，每1公斤重量都得精打细算。这些东西中的很多可能至今还在那里，56年来基本没被打扰过，就像一个诡异的营地，没人回去过。而这还只是阿波罗11号的部分，之后还有5次载人任务登陆月球，地点各不相同，留下的月球垃圾也更多了。当该离开的时候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回到了鹰号里，登月舱的上升段点火，把他们送回轨道，与在上面等候的柯林斯会合。不过有趣的是，虽然人类离开了，但生命并没有全走，因为在那些留下的垃圾袋里有尿液、粪便，甚至还有呕吐物，里面可有着数以万亿计的地球微生物。这些小家伙从地球搭顺风车来了月球，结果一下暴露在宇宙辐射、极端低温和真空环境下。他们中会有存活下来的吗？可能没有，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，毕竟月球的环境确实恶劣。但地球上的某些微生物是真的抗造，他们以前在太空中存活过，所以很多研究地外生命的科学家都很好奇，这些微生物有没有在月球这种极端条件下发生基因突变。如果生命能在月球上存活，那这可能就是最有希望的地方。那些密封的人类生物痕迹就这样在月球上躺了半个世纪。那我们现在能在地球上看到这些月球营地吗？阿波罗11号的着陆点太小了，就算是地球上最牛的望远镜也看不到。但我们可以从月球轨道上看，2009年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飞到距离地表仅24公里的高度，拍到了清晰的高清图像。画面中那座登月舱的影子清清楚楚，你甚至能看到黑色的足迹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实验设备之间走过的痕迹，他们的脚印还在那里，仿佛时间静止。那56年来他们都经历了什么？月球上没有风，没有大气，
也没有水流和板块运动，但它的温度变化极端，辐射也特别强。有些材料可能已经褪色或老化，比如登月舱上的金色金属箔，估计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早就不那么亮了。还有那面美国国旗，其实只是普通的尼龙布，根本没打算长期放在外太空。没有大气保护，它在这56年里要经受直射阳光、冷到爆炸的黑夜和热到融化的白天。如果它现在还有一丁点残留，大概也早就变得又脆又破，还被晒成惨白。但着陆点呢？登月舱呢？那些人类留下的痕迹呢？都还在，只不过可能沾了点灰，变得更暗淡了一点而已。在地球上，一个脚印可能几分钟就消失了，但在月球上，它可能能保留几百万年。月球是死寂的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才充满了历史的活力。NASA 现在已经要求所有后来的登月任务不要打扰这个地点，有些科学家甚至建议把它列为一种新的保护类型——地外文化遗产。你想啊，阿波罗11号着陆点不只是一些旧设备和脚印，它更是一条信息。我们来过，我们走出了自己的星球，我们敢于尝试。未来某一天，这里可能会变成一个月球博物馆。我可以想象，未来的宇航员、游客，甚至是定居者，站在那片被踩过的灰尘边上，望着那段人类踏出地球的瞬间，在这个没有时间流动的世界上，留下的是来自邻近星球的生物的足迹。说真的，如果有机会，真想去实地考察一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这里是老胡探秘社，我们下期再见。